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小菜鸡勇闯地下城。贝尔辛辛苦苦打怪升级，一心只想追上女神艾斯，奈何两人实力相差实在太大。就在贝尔还停留在等级1，差点死在第10层的时候，人家艾斯已经突破等级6，单杀37层层主了。这一消息如同当头棒喝，把小白毛刚生出来的可怜妄想打回了现实。似乎无论怎么追赶，他都无法达到艾斯所在的高度。贝尔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还没来得及伤感多久，就被希尔拽到餐厅后厨帮忙洗碗。刘小姐主动上来帮忙，贝尔看出了她曾经是冒险者，于是就问起快速升级的诀窍。刘回答他，光靠打怪是不够的，毕竟不是谁都是十里坡剑神，最快的方式就是越级打怪。虽然风险大，但只要战斗的技巧和策略应用得当就可以做到。可惜技巧和策略这方面正是贝尔的短板，而且相比于单打独斗，冒险者们大多喜欢组队通关，自己的不足之处就由同伴弥补。贝尔如果想要快速变强，以后肯定是要和别人组队的。变强的途径简而言之就是进行冒险。对每个人来说，冒险的意义不尽相同，但只有真诚的去面对，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希尔在门后默默听着两人的对话，让刘小姐帮一把贝尔，这才是他叫贝尔洗碗的真正原因。今天是特训的最后一天，贝尔第一次对艾斯做出反击，虽然结局还是被痛殴一顿，但是他不再迷茫，无论是否能追赶得上，他都要朝目标追赶。洛基眷属的地下城远征行动正式开始，为了避免上层的混乱情况，他们会分成2队在18层集合，最终目的则是59层。地下城训练牛头人的兽人回到了弗利亚身边，贝尔因为匆匆离开，并没有看自己更新后的状态数值。和莉莉下到第9层后，贝尔感到了不对劲，暗中似乎有视线一直在窥视着自己，而且不管是冒险者还是怪物都少得不正常。没走几步，洞窟深处传来了怪兽的嘶吼声，一只断了脚的牛头人拎着大砍刀走了出来。这种等级的怪物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。莉莉赶紧拽着贝尔就要跑，结果一抬头却发现贝尔面露惊恐地定在原地动弹不得。当时被牛头人袭击的场景浮上心头，这才是埋藏在他心中最深层的恐惧。眼看牛头人已经拎着刀朝他们砍来，莉莉一咬牙猛地推开贝尔，爆炸的冲击让贝尔回过神来，但莉莉却负伤倒下了。贝尔见此只好扔下莉莉，自己去吸引牛头人的注意，几发火焰闪电下去，炸起大片烟雾，威力堪比刮痧。牛头人破开烟雾朝他挥刀，贝尔堪堪避开，但还是被鱼尾砸到了墙上，掉落了一地装备。与此同时，前往地下城远征的洛基眷属路过第9层，救下了几名负伤的冒险者，并得知了牛头人出没和贝尔遇险的消息。艾斯听后二话不说赶去支援，以贝尔现在的实力，硬刚牛头人无异于螳臂挡车，除了闪避根本没有其他办法。贝尔大喊着让醒来的莉莉快逃，自己则留下来拖延时间。他原本也是想要逃走的，但是比起恐惧，他更不能放任牛头人去伤害莉莉。贝尔拔出2把匕首横于身前，光凭激动还能撑一阵，但前提是他一下都不能被击中。牛头人挥舞着大剑凶猛地朝他砍来，贝尔一个不留神就被一口咬着手臂狠狠扔了出去。贝尔疼得爬不起来，但牛头人已经朝他冲来。危急关头，艾斯及时出现，挡在了他身前。回想起艾斯第一次救他的场景，被肆意嘲笑的弱小，他还要被第2个救同一次，永远仰望他吗？强烈的不甘转化成前进的动力。贝尔从地上爬起，如果不能直面恐惧，那他一辈子都追赶不上对方。他推开艾斯，捡起刀，再次站在了牛头人的对面。他的冒险就从现在开始。跟来的洛基眷属认出了贝尔就是当时被艾斯救下的1级小菜鸡，都断定他战胜不了这种怪物，但又明白他为什么不要别人救援。被对方2次看到自己陷入困境，再被救下的话，自尊心要往哪儿放？莉莉一听不干了，拽着伯特恳求他去救救贝尔，因为自己伤势太重，再次陷入昏迷。伯特嘴硬心软，决定去救援贝尔。结果等他把目光投回战场，大家都惊呆了。贝尔灵活地和牛头人缠斗在一起，虽然闪避得很出色，但是攻击却很难奏效。牛头人的肌肉坚硬难以穿透，就连火焰都破不了防。但贝尔没有放弃，短剑撞在大剑上随之断裂。贝尔顺着力道在空中旋转，将断刃插在牛头人的手腕狠狠一扭，手腕受到重创的牛头人拿不起大剑。贝尔趁机夺过兵器，在牛头人胸前划出2道深深的伤口。双方拉开距离，紧张对峙，随后齐齐冲向对方。大剑撞在坚硬的牛角上，猛然断裂。贝尔躬身弯腰，另一只手的赫斯提亚之刀直插牛头人腹部，火焰魔法随着刀身深入怪物体内，牛头人的身体像是充气一样迅速膨胀，汹涌的火焰炸开，牛头人化为烟尘消散。贝尔的体力魔力双双枯竭，站着晕了过去。
因为衣裳全破了，伯特就怂恿里维利亚去偷看贝尔的状态，这一看可不得了，全能力提升至 S 级。昏迷的贝尔被送出地下城，赫斯提亚俯身在贝尔额头上印下一吻。仅仅1个半月，贝尔就从新人小菜鸡升到了等级2，而且还觉醒了新技能英雄愿望。赫斯提亚整装完毕，去参加3月1度的神明聚会，他们会在神会上决定冒险者们的称号。贝尔飞速成长，引起神明圈的轰动。要知道，当年艾斯突破等级2也用了1整年的时间。赫斯提亚和同行的上神御剑雷都信心满满，打算为自己的子民争取一个响亮的称号。贝尔正在家里幻想着自己又霸气又威武的称号，赫斯提亚一路狂奔回来，告诉他：“你的称号叫小小新秀。”说实话，这届神明的起名方式属实有些拉垮。晚上餐厅里，刘和希尔给贝尔张罗了升级的庆祝会，贝尔的名字一出，餐厅的众人都议论纷纷。现在的他已经算是名人了，虽然贝尔实力不差，但刘还是提醒贝尔暂时不要去闯13层以后的中层区域，因为无论是怪兽的强度数量还是出现的频率，中层和上层完全不同，一人单打独斗是绝对应付不了的。刘还是那句话，如果贝尔想要走得更长远，最好还是和别人组队。听到这里，邻座长得不咋地的壮汉凑了上来，大方的表示愿意接受贝尔到自己的队伍，前提是得把贝尔身边的大美女让给他们玩玩。贝尔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刘已经上手把壮汉打趴了。壮汉恼羞成怒，打算动手，老板娘一拳捶碎案板，骇人的气势赶走了壮汉团。组队事儿先不提，贝尔的金凯在和牛头人的战斗中报废了。他是真的很中意维尔夫·克洛佐制作的护具，可惜去武器店找了半天，对方似乎已经没在卖了。店铺的老板正和一名铁匠发生争执，贝尔上前询问是否还有维尔夫的护具出售，身旁的红发铁匠哈哈大笑，搬出了自己制作的护具，原来他就是维尔夫本人。维尔夫是个怪人，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姓氏，周围的冒险者也对他避之不及。得知贝尔已经是第2次购买他的护具后，维尔夫提出和贝尔签订契约，这样他就是贝尔的专属锻造师了。他还要加入贝尔的队伍，前往地下城探险。莉莉对莫名其妙加入的维尔夫非常不友好，更是在听到维尔夫姓克洛佐之后瞪大了眼睛。克洛佐家族是曾经以锻造魔剑而闻名于世的锻造世家，不过好景不长，他们因为失去了锻造魔剑的能力，逐渐没落，现在只是个落魄的小家族而已。贝尔还没来得及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怪物已经破土而出，3人默契配合打怪升级，轻松解决了几只围过来的小怪。贝尔发现自己升级之后，不管是体术还是魔法都变强了不少。砍完一波怪后，莉莉蹲在地上收集魔晶，果然有了队伍之后效率大大提升。原本打算等莉莉完事之后就吃饭休息，威尔夫突然发现贝尔的左手正在不断的闪光，而就在此时，一队冒险者惨叫着仓皇逃窜，他们居然引来了一只强大的幼龙。就在莉莉来不及逃走，眼看就要被击中，贝尔情急之下伸出闪光左手，释放火焰魔法，强大的能量从他手心轰出，一击爆头，巨大的魔晶掉落在地。贝尔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他原来这么厉害的吗？原来是贝尔无意识触发了英雄愿望的技能，面对不讲理的压倒性强大，仅凭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实现逆转。这就是憧憬着英雄的贝尔被赠予的礼物。贝尔问起关于克洛佐家族的事儿，为了避免贝尔再被骗，赫斯提亚当然是好好打听了一番。虽然关于克洛佐家族已经没落，但是威尔夫本人其实可以打造非常强力的魔剑，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制作。一句话概括就是锻造技术一流，却另有隐情。第二天，因为莉莉休息，威尔夫就把贝尔带到了自己的工坊，为他换新装备和武器，这多少有些试探的因素在里面。威尔夫知道赫斯提亚在到处打听自己的事儿，也明白贝尔已经对自己能够打造魔剑的事心知肚明，但是贝尔对此却只字不提，不仅没让他打造魔剑，甚至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，这让威尔夫是又感动又愧疚，于是主动提出将贝尔之前击败牛头人掉落的脚做成武器。因为有打造魔剑的手艺在手，威尔夫并不缺顾客，但是他本人非常讨厌魔剑，武器应该是冒险者的半身，而不是单纯的道具和发击的手段。虽然魔剑上附着的魔法让他威力强大，但是次数一旦用尽就会粉身碎骨，魔剑的力量只会腐化他人，耗尽使用者的矜持和锻造者的自豪。一旦得知他不再制作魔剑后，所有的顾客都离他而去，没有人在意他本身高超的锻造技术，直到他遇上了贝尔。故事讲完了，贝尔的小刀也打造完毕，威尔夫给刀起名牛肉丸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此亲密起来。威尔夫加入之后，贝尔总算是组建起了一支小队。贝尔小队的地下城中层冒险正式开始。